各位下午好。那么我先说几件关于我们今天宣布的事情，然后我会把时间交给奥兹医生，之后我们会回答几个问题。那么正如大家所知，我们社会中有太多美国人被一些不法分子欺诈，这些人利用美国纳税人的善意和信任，反过来对付我们。他们决定让自己发财，而不是让这些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照顾家人，让自闭症儿童获得他们所需的课后服务，让人们更容易获得所需医疗保健的计划发挥作用。而本届政府将非常积极地开始打击那些欺诈美国民众的个人和组织。所以我们今天宣布，我们已决定暂时终止拨给明尼苏达州的一定数额的医疗补助资金，以确保明尼苏达州认真履行其义务，妥善管理美国民众的税款。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首先，明尼苏达州的当地服务提供者实际上已经收到付款，州政府已经向这些提供者支付了资金。我们正在做的是，停止向州政府拨付联邦款项，直到州政府认真履行其义务，制止针对美国纳税人的欺诈行为。我们正在以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我们今天正在采取一些不同的积极行动，奥兹医生会谈论这些，但我想先谈谈这件事的初衷，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第一，我们在明尼苏达州发现并证实的一个非常糟糕的欺诈案例是，一个旨在确保自闭症儿童获得一些课后服务的项目，让许多人发了财，但不是通过向有需要的儿童提供服务，而是通过允许欺诈者拿走本应属于美国公民和美国家庭的钱，设立虚假企业、虚假客户，甚至安排那些并非自闭症却声称自己是自闭症的人，以便他们能从这些资金中获利。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许多人正在利用美国纳税人的慷慨致富，但更根本、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明尼苏达州有一些孩子理应获得这些服务，他们需要这些服务，但这些服务并没有惠及这些孩子，而是落入了明尼阿波利斯的欺诈者手中，这是不可接受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要制止。让我最后再强调一点关于这件事的精神。你知道，我爱我们国家的一点是，我们是一个慷慨的国家，我们是慷慨的人民，我们照顾那些因境况不佳而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同胞，我们照顾那些即使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也无力养家糊口的人。我们认识到我们休戚与共，我们之所以有医疗补助计划，之所以有食品券，之所以有这些项目，部分原因是我们希望确保那些在与我成长环境相似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食物、医疗保健，以及当他们的家庭需要但无力支付时的课后服务。在明尼阿波利斯，在加利福尼亚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州，正在发生的是，我们美国同胞的慷慨和善良正在被利用。我们的社会契约正在被打破。那个契约说，我们美国公民要互相照顾，而我们却允许少数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慷慨的精神致富，而不是为需要帮助的孩子提供服务。这是可耻的。这种情况发生的太久了。太多的人通过利用美国精神中最好的部分来致富，而不是为需要帮助的孩子提供服务。这种情况今天就要停止了。在川普政府中，我们正在采取全政府的方针，认真对待这种欺诈行为。穆罕默德·奥兹和他在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团队所做的工作确实非常出色，这只是我们努力的第一步。那么事不宜迟，我把时间交给穆罕默德，让他谈谈他正在做些什么，他的团队发现了什么，以及他们通过这项新行动正在取得什么成就。奥兹医生。副总统先生，我感谢您在这方面的领导。毫无疑问，他副总统根除这种欺诈行为的承诺，将对维护和保护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项目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将保护患者。我要感谢川普总统推动我们所有人，确保我们保护我们最脆弱的美国人，就是万斯提到的那些人，他从小认识的那些人，我们所有人生活中都认识的那些人。他还保护纳税人免受对我们医疗保健系统的攻击。
肯尼迪部长牵头了这些工作，感谢他的领导。我很荣幸地宣布，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欺诈行动。那么，为什么这项行动是必要的呢？昨晚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总统谈到了本届政府在可负担性问题上取得的显著改善，但让我们用一些数字来说明，医疗保健普通家庭每年在医疗保健上投入大约$27,000，他们自己只支付$7,000，这已经很多了，但还有额外的$20,000是帮他们付的，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开支金额，我们必须扭转这种上升趋势。当你不得不承担这些费用时，它也是不可预测的，而我们美国正在经历的欺诈行为正在使这个本已危险的问题变得更糟，所以我们将解决这些问题。总统昨晚谈到了价格透明度的必要性，这将通过让人们更清楚自己支付了什么来提供帮助。它还将帮助我们在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弄清楚你不应该支付什么，并识别欺诈行为。为此，总统昨晚宣布，他将任命我们的副总统领导打击医疗欺诈的战争。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您对此的热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不仅仅是关于钱本身，这是关于人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共同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使得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这些美好的项目能够辉煌地存续60年。我们相信，请仔细听，在这个国家，我们每年有$3000亿被欺诈、滥用或浪费了$3000亿。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如果我们能将欺诈减少5%，也就是那$3000亿的5%，我们就能让那个将在我们变老时照顾我们所有人的信托基金不会在5到6年内耗尽，我们将使它的寿命延长1倍。如果你希望社会保障网络在你年老的时候为你提供支持，那么这就至关重要。你理应获得那个社会保障网络，它就在那里，它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不会让诈骗犯把它从你手中偷走。我要点名表扬杰出的 CNS 团队，金布兰特正在那边给我录像的，丹布里尔曼、卡普里斯斯纳普、斯蒂芬妮卡尔顿，他们都为促成此事不懈努力。他们一整年都在清除犯罪分子，我也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亲自走访了所有这些地区，亲眼目睹了当你看到你知道是错误的事情，却又疑惑为什么没有人试图纠正它时的那种感受，这令人非常愤怒。副总统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你在实地看到的情况。这些自私自利的恶棍，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抢劫我们的联邦和州医疗计划，并且认为这样做是值得冒险的。我要向你们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你在美国的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计划上犯罪并窃取了，比如说几百万美元作为初犯，你的刑期可能只有1年。对很多人来说，这很划算。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罪行，并像对待银行抢劫案一样认真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比银行抢劫案更危险。人们在这些犯罪中会受到伤害。让我分享一些这些可怕的故事。副总统在开篇就强调了自闭症，让我们深入了解明尼苏达州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细节。这些是来自我们 CMS 团队的真实案例，这些都是经过裁决的数字。明尼苏达州有一个欺诈计划，犯罪分子即将成为犯罪分子的人大约支付给母亲们$1000，以便让他们的孩子被登记为自闭症患者，虚假的、不诚实的声称他们的孩子患有自闭症。然后他们向医疗补助计划开出数百万美元的账单，用于从未提供过、从未由合格工作人员提供的服务。这已经发生了。这些计划不成比例地涉及移民社区，他们是封闭的，他们能够组织这些活动。有时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最终这会把资源从真正患有自闭症的孩子那里转移走。因为如果社区里的每个孩子都患有自闭症，那么从如何能照顾他们的角度来看，就没有人患有自闭症了。这些孩子他们会带着自闭症的诊断度过余生，他们的妈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孩子要为此付出终生的代价。副总统先生，明尼苏达州有一个行为健康组织，他们收到了医疗补助计划$115亿的付款，但最大的账单提交者提交了450天的工作时间，声称他们每天工作超过24小时。我的意思是，即使在白宫，那也很难每天工作超过24小时，很难。这怎么没有被发现？我们 CMS 感到震惊。明尼苏达州还有其他危险信号，包括数百名受益人接受的治疗都与一个地点相关联，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真实的。我们有一个物质使用障碍中心，有8名受益人，这8个人已经去世了，但该中心仍在向我们收费。他们不仅让这个人去世了，还继续为此收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贪婪程度。所以 CMS 已经不再支付和追逐了。我们不认为判刑是正确的出路，这些罪犯会逃离这个国家。许多人是外国公民。相反，我们正在发起我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欺诈行动，这笔钱再也不会流出去了。我们将开始清除那些盘踞在这里并欺诈我们的骗子。有3项大胆的行动。第一项，对你们许多人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我们将首次采取大规模行动，推迟向一个州拨款。让我们从明尼苏达州的医疗补助计划开始，该计划服务于孕妇，
医疗补助计划照顾我们的孩子，53%的孩子出生在贫困中，他们通过医疗补助计划获得支持。弱势老年人、残疾人士，你竟然会利用这些宝贵的计划，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他们却通过窃取资金，将所有这些都置于危险之中。所以，保存医疗补助计划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要做的是识别诈骗者。我们已经在明尼苏达州做到了。我们已经查明他们特别劫持了明尼苏达州医疗补助系统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将直接公布数字。我们将推迟向明尼苏达州支付医疗补助计划的2亿5900万美元。我正在向沃尔兹州长和他的团队宣布这一消息，是基于对2020年最后3个月的审计。如果我重申一下，本月将不会向明尼苏达州支付其医疗补助所赔的2.5亿美元，那是2亿5000万美元的资金。那是你们的钱。那是你们纳税人的钱。这些居家和社区服务，再次强调，这些服务通常是你为家人做的事情，但由于某种原因，你的家人无法提供这些服务，而且很难审计，因此存在很多漏洞。保障措施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如果你不认真对待计划的正确实施，你就会看到这些问题在你的州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明尼苏达州并非个案，尽管他们是第一个受到此行动的州。这些欺诈高发区很难监管，因此我们要求各州认真对待这些问题。这笔2亿5000万美元的延期付款有望引起明尼苏达州的注意，并确保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做出回应。我们做了任何诚实且以患者为中心的机构都会做的事情。我们已经通知了该州，并表示我们将把钱给他们，但我们会暂时扣留，只有在他们提出并实施一项全面的纠正行动计划来解决问题后才会发放。如果明尼苏达州未能清理系统，该州今年将累积10亿美元的延期付款。沃尔兹州长有60天，先生，60天来回复我们的信函。如果服务提供者和受益人担心他们的资金和服务，请致电你们的州长。这些是州长已经支付过的服务，我们只是不向该州报销。需要明确的是，明尼苏达州有一个应急基金，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明尼苏达州的人民不会受到伤害。这不是明尼苏达州人民的问题，这是明尼苏达州和其他不认真对待医疗补助计划保护的州领导层的问题。任何服务延误都应该归咎于沃尔兹州长，我相信他会认真对待此事。他们不是唯一一个陷入困境的州。我们很快会宣布与其他州相关的更多消息。第二个大问题与医疗保险有关，所以那是明尼苏达州的医疗补助计划，它照顾我们最脆弱的人群。医疗保险照顾我们的老年人。耐用医疗设备，你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有过多考虑过这个类别。这些人，他们提供轮椅、拐杖，他们销售护膝、导尿管。耐用医疗设备供应商，因为他们运送假肢和这些物品，所以他们是诈骗犯的绝佳目标。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会盗用受益人的号码，然后从不发货。他们假装发货，但实际上什么都没寄出去，所以没有销售成本，没有库存，也没有工资支出。那个地方根本没人工作，空空如也，但他们却开出了数百万美元的假账单。最近就有一个全国性的耐用医疗设备欺诈计划，通过伪造的绞刑支具订单，骗取了11亿美元。那些名字和号码被盗用、被利用的受益人，他们根本拿不到这些产品。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胰岛素泵，有人偷了你的号码，虚假的订购了一个胰岛素泵，向医疗保险公司开具了账单，然后你来尝试获得这个泵来治疗你的糖尿病，结果却拿不到。这种事儿确实发生过。那些病人会怎么样？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血糖是高是低，甚至可能因此丧命。这就是我们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所带来的风险。所以今天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宣布实施一项为期6个月的全国性暂停令，一项全国性的暂停令，全面阻止所有新的耐用医疗设备、假肢、绞刑器和耗材的注册。这些犯罪正在成为欺诈活动的主要来源。副总统先生，我只想提一下南佛罗里达，您经常去麦当劳吗？太多次。我们排练过这个问答，在南佛罗里达，耐用医疗设备供应商的数量是麦当劳的2倍。这并不是因为肯尼迪部长正在关闭麦当劳，而是因为欺诈的数额如此巨大，以至于开一家这样的供应商店比开一个银行账户还要容易。这就是我们与贝森特部长合作的原因。而这次暂停的部分原因是他给了我们时间来处理这些已经变得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关闭南佛罗里达，他们都会逃到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所以我们必须关闭全国。这种不幸的必要性将使我们能够控制住我们认为的数十亿美元的耐用医疗设备欺诈。我们已经阻止了15亿美元的账单，但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关闭这些坏人。但这会很有效，而且不会影响那些需要这些服务的人。我们设计的系统
统是，所有已经在销售产品的人都可以继续销售产品，直到我们检查他们，但没有新的耐用医疗设备注册，没有所有权变更，所有欺诈者过去做的事情都将被阻止。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既保留了访问权限，又不允许纳税人的钱被盗。现在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打击欺诈对确保我们国家的负担能力如此重要？我只给你一个我们刚刚处理完的例子，副总统也知道这件事儿。我们有皮肤替代品，我们认为在未来1年将产生230亿美元的账单，因为我们能够将其关闭到应有的水平，因为它们在适当使用时确实有作用。所以今年美国每一位老年人，每一个人都将仅仅因为我们关闭的这一件事而额外获得132美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金额，它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因此，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受到影响，我们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帮助我们。所以第3个重大宣布是，我们希望通过广泛征集好点子来打击欺诈。我们正在发布一份信息征询，我们需要也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这位副总统，我自己总统肯尼迪部长，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所有人的智慧都胜过我们任何一个人。那么你能做什么呢？我们希望你提供关于如何在政府资助的医疗保健中预防、发现和应对欺诈的意见。无论你有什么想法，我们都感兴趣。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6个月内大力提升项目连结性，所以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请求，这意味着供应商、付款方、科技公司、患者权益倡导者、受益人。如果你发现欺诈，请告诉我们。州医保总监可以向我们展示我们不知道的欺诈模式，供应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合规负担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患者权益倡导者请积极确保人们了解欺诈，就像我们今年已经做的那样。通过采纳这些想法，我们已经阻止了将近60亿美元的资金流失。但这外面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利用的，所以在未来60天内，我们刚刚发布的倡议就是我们请求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更好的东西，帮助那些勇敢的爱国者发挥作用。如果你发现欺诈，请拨打1800HHS-TIPS 或者访问 cms.gov/fraud， 这些都是简单容易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副总统强调的问题。愿上帝保佑大家，副总统先生。谢谢。干得好，这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举措。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我没想到你会当着肯尼迪部长的面拿我的快餐习惯开玩笑。言归正传吧，前面那位先生。副总统先生，我有2个问题。首先，您能否谈谈联邦政府暂停国会强制拨款，例如医疗补助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其次，您是否了解古巴海岸附近发生的一起快艇事件？您是否已听取了相关简报？您知道是否有美国人在那里遇难或受伤吗？是的。关于第2个问题，实际上马可在大约15分钟前向我做了简报，但我们没有太多细节，所以我会把这个问题交给白宫，让他们在获得更多信息后提供更新。当然，这是一个我们正在密切关注的情况，希望情况没有我们担心的那么糟糕，但我不能说更多了，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更多。关于法律依据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国会授权行政部门实际上是我们来花这笔钱的。国会拨款，而我们则负责确保这笔钱流向他应该流向的人。这其中固有的职责就是确保这笔钱只流向国会指定的人。我们不应该把钱送给诈骗犯，不应该送给那些进行大规模欺诈的公司，也不应该送给任何试图欺诈美国纳税人的人。所以我知道，奥兹和他的团队，我认为他在医疗保健领域拥有私营和公共部门中最好的团队。我喜欢与奥兹医生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带来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人才。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但我非常有信心，我们有这样做的法律依据。而且你知道，我再次强调，我们不想这样做。比如，我们不想看到明尼苏达州对联邦税款如此粗心大意，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对他们施加一点压力，让他们认真对待欺诈问题。你们听奥兹医生说过，蒂姆·沃尔兹可以给他打电话，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给政府中的任何人打电话。我们给了他们60天的时间来回应此事。我们只需要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和政府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那就是在向某人发放医疗补助资金之前，认真核实他们是否提供了他们声称提供的服务。事实上，有那么多人发放数百万、数十亿美元的联邦医疗补助资金，却甚至不确认他们是否真的提供了他们声称的服务，这是一种耻辱，这是对美国纳税人的欺诈。我们正在制止它。凯特琳。谢谢你，副总统先生。我有2个问题。第一，关于沃尔兹州长有60天的时间来回应，他具体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这些资金才能重新拨回他的州？
第二，关于伊朗，既然你在这里，你能否向美国人民解释一下，如果美国去年夏天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浓缩计划，为什么美国还需要打击伊朗，才能阻止他们获得核武器？凯特琳，我今天不会就伊朗问题发布任何消息，我会让总统来宣布这些。如你所知，他明天将派遣他的2名最佳谈判代表前往日内瓦，以继续努力为美国人民达成最好的协议。但原则非常简单，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他们试图重建核武器，那就会给我们带来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确实试图这样做的证据，所以总统正在派遣这些谈判代表去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总统反复说过的，他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但当然，总统也有其他选择。至于我们希望沃尔兹州长做什么，我将简要的说一下，然后交给奥兹医生。听着，这其实很简单。我们希望明尼苏达州州长以及明尼苏达州整个行政部门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确保那些向我们收取医疗补助服务费用的人确实提供了这些医疗补助服务。欺诈的主要来源，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公司，都是有人向政府收取数百万、数千万、数十亿美元的费用，声称他们提供了服务，但却没有实际的确认，也没有后续的跟进，以确保他们确实提供了这些服务。我们希望明尼苏达州能进行这种后续跟进。奥兹医生或许可以更详细的说明我们具体希望看到什么。让我把这2个问题结合起来回答。所以在12月7日，我们给沃尔兹州长发了一封信，要求他提交一份纠正行动计划。这是我们从州政府那里了解他们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问题的机制。我们在月底收到的回复，也就是截止日期是不充分的。我们已经提醒了他们，我们发布了指导意见，表示我们将根据对上个季度资金的审计结果来推迟拨款。所以我们实际上认真地审查了所有提交给我们的账单。我们发现，在这些高风险服务中，大约有1半的数据是不可信的。这并不是说数字对不上，而是数字的支撑材料不存在。那么我们需要发生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服务提供者确实是真正的提供者。通常情况下，你无法将治疗本身与任何个人联系起来。我们需要你们在裁定这些提供者是谁之后，确保他们没有因为做坏事而惹上麻烦，然后重新评估所有现有的提供者，以确保他们应该能够提供这些服务。我们有一整套工具可以使用，包括在支付账单之前检查账单是否合法。这种预付款审查非常重要，它很繁琐，很笨重，我们希望不必这样做。但我要强调副总统提到的一点，这些是我们通常不会支付的服务，这些服务是我们提供给你的，因为你的家人无法为你做这些。如果是疝气手术，我们可以看到疤痕，但如果你的服务是把你送到医生办公室，而你却无法告诉我到底是谁开的车，为什么他们收费这么高，病人甚至有没有去医生办公室，那么我们就必须履行我们的职责，也就是你们希望我们做的，要求提供一些证明。而当时没有任何证明，所以再次强调60天是截止日期，我们期待收到回复。我们一直严格遵守规则，以正确地执行这项工作，这也是我们乐观地认为在明尼苏达州会取得成效的原因之一。很好。副总统先生，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我只是想知道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巨大的欺诈范围3000亿美元，你们是如何得出这个数字的？在节省开支方面，实际能实现多少？您说过，您提到了加州，您还说将转向其他州。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对这些州的看法吗？您正在追查的、发现存在这些问题的州是否都由民主党执政？我的意思是，加利福尼亚州和明尼苏达州都是民主党执政的州。所以，请您简单预告一下。你说的是由民主党执政，我们没有用这个词，是你用的。但我想说的是，联邦政府在医疗服务上的总开支中，3000亿美元听起来是一大笔钱。实际上，联邦政府为美国人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开支远超1万亿美元。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根据我们发现的被虚报的欺诈性服务数量，以及在一些兰州，据我所知，目前只在兰州存在鼓励非法移民加入医疗补助计划的情况，我们实际上认为3000亿美元可能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我们当然希望尽可能多地为美国纳税人追回这笔钱。再说一次，我们正在维护社会保障网，我们正在维护一个旨在帮助那些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人的系统。我们希望帮助我们的美国同胞。如果这些项目被那些根本不应该在这里的人，或者有合法权利在这里但通过欺诈这些系统来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欺诈，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想澄清一下，请说。关于这些数字，这3000亿美元是根据凯泽家庭基金会的评估得出的。该评估估计所有医疗保健中存在5%的欺诈，而不仅仅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医疗保健，所以这是总额的5%，总额大约是6万亿美元。我们花费了将近2万亿美元，准确的说是1.8万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因此联邦部分的欺诈金额大约是1000亿美元。我们相信其中大部分是可以追回的。这不仅仅是欺诈，而是欺诈、浪费和滥用加在一起的总和。您如何确保在明尼苏达州终止这些欺诈项目所带来的后果，不会影响到那些参加医疗补助计划的人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在医疗保健方面历来占有优势？您认为这些打击欺诈的努力会为共和党人改变这种局面吗？你知道，我其实不担心政治问题，我担心的是这一切的公正性。我认为美国纳税人向这些项目缴费却被欺诈，这是令人愤慨。而且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国儿童需要这些服务却无法获得，因为这些钱都流向了欺诈者，而不是真正需要的人。这真的很令人难过。所以这是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我们当然会确保我们的反欺诈工作是针对欺诈者，而不是针对任何真正受益于这些服务的人。但我实际上认为这个问题有点偏离了重点，因为问题不在于打击欺诈，问题在于这些项目如果从一开始就被欺诈了，他们将无法存在。除非我们更认真地对待欺诈问题，否则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会消失。所以我最担心的是，除非我们为下一代努力保留这些项目，否则他们将会消失，所有的钱都将流向欺诈者。请继续。谢谢你，副总统。你提到了很多关于公正和健康的问题，那么这具体会是什么样子呢？奥兹医生提到，坐牢不一定是正确的做法，但有没有办法追回一些钱呢？有没有办法获得退款？你希望对此做出预测吗？然后还有道德问题。是的，我的意思是，当然有办法追回一些钱，这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当你谈论可能涉及数千亿美元的欺诈时，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案件范围，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你知道，你听奥兹医生说过，有些人会犯罪然后离开国家。显然，我们不会起诉那些已经不在美国的人，但我确实认为，对于其中一些欺诈案件，必须要有刑事处罚。我们必须确保阻止针对美国人民的欺诈行为。如果你在欺诈美国公民的过程中违法，你就应该承担法律的全部后果。关于这一点，你几周前说过，会有一个新的助理司法部长职位来推进这项工作。您能告诉我什么时候会公布人选，以及你们希望参议院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确认工作的最新时间表吗？是的，我认为我们已经公布了人选。我想说的是，科林今天或者昨天可能在国会山。科林将是新任的助理司法部长，帮助我们打击欺诈行为。我相信他今天在国会山各地举行了很棒的会议，这是参议院确认程序的一部分。我认为他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然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再次强调，我们采取的是全政府的方针。奥兹医生在 CMS 所做的工作非常非常辛苦，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事情。整个政府都在努力。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将负责这项工作，我们也将让出色的司法部来处理这项工作。我们希望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因为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解决它。请继续。谢谢。在明尼苏达州，他们通过暂停医疗补助报销服务来打击欺诈，这会成为你们在其他州处理此类问题的范本吗？还是说你们会使用其他工具？我认为当然可以。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和明尼苏达州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无法在全国其他地方照搬，因为各地的欺诈形式会有所不同。但是我认为这种基本模式就是对人们说，嘿，你收到了巨额资金来为人们提供服务，你真的提供了这些服务吗？这种模式是可行的。我们政府提出这些问题竟然会引起争议，这恰恰说明了欺诈文化在华盛顿特区渗透的有多深。我们正在做的是，确保这些问题不会被引起争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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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做的是
想想看，我们谈论的是那些从自闭症儿童那里骗取钱财的人，他们假装自己的孩子或别人的孩子是自闭症患者，然后收取一大笔钱，却不提供丝毫服务，结果原本应该用于帮助贫困儿童的钱就不见了，无法再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孩子。我们竟然如此习以为常，而且我敢保证，媒体上会有声音，明尼苏达州也会有声音说，这会伤害儿童。不，这伤害的是诈骗犯。保护儿童的方法就是打击这些诈骗犯，而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先生。谢谢您，副总统先生。感谢您回答提问。奥兹医生提到了护栏这个词，我们是否可以期待联邦政府会实施新的护栏，以防止这种欺诈常态化的情况继续下去？您认为让你们正在调查的州设置护栏会更有效吗？您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两者的结合吗？今天你们宣布的这项举措应该向其他可能正在被密切关注的州传递什么信息？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很乐意与各州更好的合作，我们需要各州来打击这种欺诈行为。坦白说，如果明尼苏达州在打击欺诈方面做得更好，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举行这场新闻发布会了。我们会发出一封信，庆祝明尼苏达州与我们合作，减少了一些欺诈行为。我会让奥兹医生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但是，你看，最好的办法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合作。我们很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我认为在一些州，甚至是一些蓝州，你会看到这种情况，但在其他州就不会了。家庭减税法案是长期以来第一次让总统和副总统与州长目标一致，所以他们有相同的目标，所以我们一直在与各州进行很多沟通。我们正在制定一些我们认为各州可以应用的框架。医疗补助计划是由州政府管理的，他们非常了解他们最脆弱的人群，这与阿拉斯加和北岸的情况不同。这个季节你无法到达北岸的斜坡地区，也不同于南阿拉巴马州、下阿拉巴马州，或者他们称之为 LA 的地方。但现实是，这些项目中的一些，特别是高风险的项目，存在一些共同点，所以我们将分享这些最佳实践。但是我们在明尼苏达州使用的技术可以应用到其他州。然而，这将由欺诈的具体方式来决定。所以，有一些州我提到了佛罗里达州，那是一个红色州，在它的南部存在严重的欺诈问题，他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给明尼苏达州发了一封信。该州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我们非常关注纽约。在纽约最突出的工作是个人护理服务，零售业不再是纽约的第一大工作了。所以在加利福尼亚州，我相信仅洛杉矶县的临终关怀机构就比全国其他地方的总和还要多。所以这些是州政府有时难以发现的异常情况。但如果你是副总统，并且你正在领导一个特别工作组，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审视这些领域，然后说你怎么能忽视这种差异的？尤其是在短时间内，这些服务出现了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再提一个问题。明尼苏达州的人民对 ICE 的突击行动感到非常不安，您想对他们说什么？而现在，这又让他们多了一件烦心事儿。首先我们想对明尼苏达州人民说的是，我们爱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正在努力为他们做正确的事。我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实际上是主要原因，是我们希望确保明尼苏达州人民能够获得他们应得的服务。我们希望明尼苏达州的贫困儿童和低收入家庭能够获得他们需要的医疗保健。我们必须制止欺诈行为，以确保这一切能够实现。我们希望确保，如果你有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并且我们设立了一个帮助这个特殊需求儿童的项目，那么这笔钱会流向这个特殊需求的家庭，而不是流向那些利用美国纳税人的慷慨致富的诈骗犯。现在你提到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突击行动，再说一次，我认为这又回到了我刚才回答的那个问题，那就是据我所知，明尼苏达州很多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缺乏合作。如果你看看任何一个民主党主导的城市或州，或者共和党主导的城市或州，我们正在进行的移民执法工作都进展顺利。我们会发现监狱里有非法移民的性犯罪者，我们会出现逮捕那个人，然后把他们送出我们的国家，或者也许那个人是惯犯，他们已经出狱了。地方当局会说，你知道吗？去这个人的地址，逮捕这个人，因为我们希望那个暴力罪犯离开我们的社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奇怪之处在于，它是全国少数几个地方之一。他们说，不，我们不会帮助联邦政府把非法移民的性犯罪者赶出我们的社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阻止联邦移民执法，
即使你们正在追捕最恶劣的罪犯。同样，我想，如果我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或领导人，我也会希望那些理应给贫困儿童的福利能够真正的给到这些贫困儿童，而不是给那些诈骗犯，无论他们是来自索马里社区还是其他任何地方。但不，我们没有得到合作，所以我想对明尼苏达州人民说的是，我们希望为你们做正确的事，我们认为你们应该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我们认为你们应该获得你们实际应得的福利，这就是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我们鼓励明尼苏达州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都去稍微推动一下州政府，因为如果我们能有更好的合作，我们就能实行常识性的移民执法，我们还可以减少流向诈骗犯的资金。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两党都能达成共识的问题。谢谢大家。